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不就是当过婊子吗？你们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过他，他就是被你们中间的那些人给捧红的。为什么朕就不能喜欢他呢？皇后，不就是皇上身边的女人吗？皇上要是不能立自己喜欢的人当皇后，他怎么能够尽职尽责的去做皇上呢？草民都可以娶自己喜欢的人做老婆，皇上为什么不能娶自己喜欢的人做皇后？那样的话，皇上的权力还不如一个草民喽！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皇上的道理惊世骇俗，天下无人敢认同。是表面上不认同，还是心里不认同啊？老汪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这个理儿，皇上，就是这个理儿。那老汪，你说，朕要立刘阁主为皇后，内阁该不该带朕拟诏？太应该了，这太应该了。微臣这就去给皇上拟诏。哎，老汪，你的那首文章不怎么值钱。刘公公，奴才在。朕以为由李先生带朕拟诏比较合适，你觉得呢？西牙公文章泰斗，当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李先生意下如何？皇上，就是寻常人家娶青楼女子，都会招来种种非议。皇上乃一国之君，皇上的每一举手投足，天下人无不关注。藏污纳垢已成为我朝久治不渝的顽症，皇上，切不可让此风愈演愈烈，无法收拾。皇上，恕臣不能从命。李先生，刘公公让你为他死去的父亲写一篇吹捧文章，你写了，朕也拜读了。虽然不是特别懂，但也觉得美轮美奂。刘阁主是天下第一美女，怎么少得了李先生的美文呢？李先生，难道朕的面子还不及刘公公？皇上，老臣的确代刘公公的先父写过一篇封告，可是朕也明白，李先生之所以要做那件事，也是因为有事儿要求刘公公。李先生要救杨一清出狱，所以就和刘公公做了这笔交易。但是你也别忘了，你家闺女出嫁的时候，帖子发出去了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敢上你们家去喝喜酒的。是朕委托了朱寿，由朱寿带着唐人孙上先生家喝了喜酒的。朕的贺礼可不薄啊，4匹公锦，80两黄金，1对和田玉的手镯，外加一挂9000响的鞭炮。如今朕要娶媳妇儿了，先生可不能袖手旁观呐。你们不是最讲究投桃报李的吗？先生，你怎么不对朕也投桃报李一回呢？西牙公，皇上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西牙公不能不为皇上拟诏啊。西牙公，可不能辜负了皇上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哟。皇上，请赐老臣去追随先帝于九泉吧。先生是宁死也不愿意替朕拟诏。哼！那好，先生，你听好了。要是先生不带朕拟诏，那么1个月之后，朕就宣布暂时退位，由威武大将军朱寿来监国。3个月之内，如果先生仍然不带朕拟诏，那大明朝就永远没有皇帝了，连朱寿也不监国了。到时候，
先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。打狗散场了，退朝。文冕呐，你说是皇上管事儿好，还是诸兽监国好啊？当然皇上管事儿好，一旦诸兽监国，肯定会有一套全新的做派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诸兽监国将对我不利？皇上一直都是依靠公的，皇上只是名誉上的皇上，所有的大事都得由公来处理和调停，所有外朝大臣也都适应了这种方式。我朝有个特点，一项政策能否实施，实施后或成或败，全看他与所有官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事。如果诸兽监国，那就很难说了。一旦诸兽监国，势必打破目前的平衡。晚生以为，皇上重塑一个诸兽，是有深意的。也许皇上自己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，这诸兽与皇上有本质的不同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皇上一定会理解得越来越深刻，发挥的也就会更加淋漓尽致，更加出乎意料。那你说说看，皇上为什么偏要李东阳为他拟诏呢？这诏书，汪阁老可以为皇上拟，司礼监可以为皇上拟，皇上自己拟都可以，都能达成既定的事实。但是皇上非要李东阳代拟，不言而喻，皇上就是想尽堵天下人之嘴。宫经营这么多年，到目前为止，在皇上看来，李东阳还是比宫有号召力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，全说到我的伤心处了。但事实确实如此。文冕，你试想一下，皇上和李东阳下一步该做什么？为了解开这个死结，皇上和李东阳都会想到一个人。文冕说的这个人，可是安王。正是。结果呢？安王一定会站在内阁的角度，阻止皇上册立刘良女为皇后。皇上也会想到这一点。那皇上让安王进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拿退位让位于安王，来威胁百官。看来，一场危机已不可避免。雨写情书，我可不识得字，翻个人儿识不得，无奈何画个圈为标记，此封书唯有情人之情，单全是能加，双全是你，诉不尽的苦，一溜圈儿圈下去。这乾清宫咋样？不咋样，可以住得下来吗？也没有别的地方去啊。我是不是给皇上添忧了？姐姐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名分的。
为了我一个人，让皇上跟太皇太后、皇太后还有宫中百官闹别扭，我心中会感到不安的。姐姐为他们着想，可他们谁为姐姐着想过？皇上，我不求什么名分，有皇上一句姐姐，我心里就已经很受用了。实在不行，你再把我放回良女阁，反正乾清宫离良女阁也不远。皇上如果想起我来了，就来良女阁，我还给皇上唱曲儿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让天下人叫你一声皇后。皇上，苏老儿，奴才在。魏延拟诏，召安王进京。是。南阳先生，自打上次从京师脱险，京师二字对本王来说犹如噩梦了。可皇上已下诏，王爷不得不再行京师之旅啊。是啊，皇上已在诏书中说明，不得循任何托辞拒绝赴京。对本王这次京师之行，先生可有什么劝诫？王爷对皇上重新册立皇后一事有什么想法？废后重立是皇室中的大事，也是天下的大事。更何况，皇上要册立之人是一名娼妓，本王自然要维护内阁。难道还有第二种选择吗？有。说吧。如今胡作非为的皇帝，王爷就没想过取而代之吗？南阳先生，王爷，你听我说完。王爷此次进京，有没有想过结果？什么结果？皇上召王爷进京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无非是拿王爷作为和众大臣谈判的一个筹码。有意无意，王爷就被卷入了风口浪尖，自然而然，王爷就会成为刘瑾的眼中钉。刘瑾就会把王爷您作为他的对手。对，正因为如此，本王此次进京，不能被刘瑾抓住半点把柄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刘瑾觊觎这天下已久，只缺一个理由。王爷，您就是他谋事的最好理由。南阳先生的意思是，本王没有退路了？没有。先生，本王要是戳穿刘瑾的阴谋呢？难道只凭推测吗？皇上从小依仗刘瑾，与刘瑾已经建立了一种感情。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，王爷您去动刘瑾，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。那依先生的意思，本王是没有出路了。此次王爷进京，明是进谏，暗是退让，答应皇上的一些条件，留出时间来办一些当务之急的事。是什么？恢复王爷府的3护卫。府兵卫？对，副兵卫。弘治17年，王爷为了让先帝放心，主动废除掉3护卫的15000军马。可现如今，王爷得要回这15000军马，恢复了兵卫，王爷在名义上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，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饷粮饷，就有了王爷府可以制约的武职官员。太宗皇帝当初起事时，靠的不就是这些吗？
王爷，这件事可以由我来办。南阳先生的意思是要跟随本王进京。副兵卫一事异常敏感，王爷不宜亲自出面。我在京师10几年，有一些师友亲朋，我来办会更妥当些。王爷不必担心，王爷可以和刘先生先行一步，我随后独自进京。王爷，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本意，但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，除了王爷您，谁还担得起如此大任？王爷，先生不要说了。王爷，如果说上回进京危机是标出来的，那么这次进京，危机可都是潜在的。怎么讲？这回皇上的所作所为的确已经离经叛道，不过，皇上毕竟是皇上，什么是经，什么是道，群臣当然有群臣的道理，但最终还是要听皇上的。妾身以为，所谓皇权的威严，也就在于此。所以，王爷这次进京，妾身有一个字要送给王爷：退。宁可一退再退，退到墙壁上，还可以拆墙断壁而退，绝不可冒进。还有。我听说南阳先生也要进京。啊，本王走本王的，他走他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妾身放心的在此，担心的也在此。南阳先生在京师名声大，朋友多，可以给王爷许多斡旋的空间，但他毕竟是下过诏狱的，旁人看你们在一起会怎么想？妾身担心南阳先生会把王爷拖入一个是是非非的泥潭。爱妃啊，你放心吧。再说本王现在也不是好冲动的年龄了。有王爷这句话，妾身每晚都会睡得安宁些了。不过，妾身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。什么话？这句话，妾身一定得告诉王爷。妾身对目前的境遇，已经是很满足、很满足了。如果再多任何一点儿，妾身都觉得是多余的。爱妃啊，你放心吧，本王知道该怎么做。哎呀，皇上也真逗，让咱们饿着肚子从拂晓饿到现在，这马上就要到下午了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是啊，到现在还不临朝啊！哎呀，对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等着等下去了。嘿嘿嘿嘿，哎呀，各位抱歉啊，本游击将军有一些应酬呢，脱不开身，所以来晚了，请各位多多担待啊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啊，皇上。哎，错。我是游击将军朱寿，我只是奉旨监国，并不是皇上。启奏游击将军，
启奏这2个字用得很好，本将军爱听。你现在官居何职啊？啊，户部侍郎。户部尚书是你的了。啊，谢皇上。哎，又错了吧？有什么话站着说吧。河北、山东境内饥民无数，缺衣少食啊。缺的什么衣？棉衣。没有棉衣，他们还可以穿锦衣呀。这没有棉衣，哪里来的锦衣呀？没有棉衣，自然就有锦衣穿。这个道理你都不懂，看来你还是只能做户部侍郎啊。啊？你刚才说少食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没饭吃。没有饭吃，那他们可以吃肉啊。饭都没得吃，哪能有肉吃啊？没有饭吃，当然就有肉吃。这个道理你都不懂，看来你连侍郎也做不了，干脆去做郎中好了。将军，下官不解。不懂啊？那我就来给你解释一下啊。没有棉衣穿呢，他们就会抢你的锦衣穿；没有饭吃，他们就会把你身上的肉都给吃了。这样明白了吧？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哦，对了，将军，朝廷该派人前往赈灾啊。哎，我只是奉旨监国，我可没有权利派人去赈灾啊。那将军可否请示皇上？那皇上要是问起来，李阁老代赈你招了没有？我怎么回答呀？你们难道真的忍心眼睁睁地看着皇上在乾清宫孤孤零零、冷冷清清，枕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吗？哎呦，田大人，田大人，他怎么了？气晕了？皇上，是饿晕了。啊？早说呀！上！好。吃吧，吃吧，我是不忍心看到你们都成饥民呐。这是刚刚出笼的糖包子，这一口下去可不能咬太狠了，咬狠了就会是一段现成的长沙花鼓调。我给你们唱唱吧。乡里人进大城，两眼就望不赢。京大德生院，吃糖包子我大百姓呐。不明白了吧？听不懂的话，可以去向李阁老请教。李阁老是长沙人，听得懂花鼓调的。哼。再给我来一个！哎，我吃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哎呦，给我，只来一个。太皇太后，皇上实在闹得太不像话了，把贱人引进宫不说，还非要立贱人为后，说皇后不育。皇上又不跟皇后同房，哪来的生育呀？哎呀，太皇太后，您要是再不出面，就要出乱子了。安王这2天就要进京了，我相信李阁老和安王他们会妥善处理这事儿的。你看看你们3个，连皇上的边儿都挨不着，想起来窝火，说起来丢人。启禀太皇太后，安王爷已抵达京师。臣朱佑举叩见皇上。皇叔平身。谢皇上。朕这次召皇叔进京，是有要事相托。臣请皇上明示。
朕与刘阁主大婚，想请皇叔主婚。皇上已经大婚了，臣以为，皇上不宜再次大婚。哎，前次大婚，朕基本上就是一个木偶。现如今朕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要选自己喜欢的人做皇后。皇上，臣斗胆敢问皇上，两宫皇太后可赞成皇上再次大婚？这是朕自己的事儿，不必劳教两宫皇太后。臣再问皇上，宫中的大臣们可赞成皇上再次大婚？这件事更加与朝臣们无关呢。皇上，不然，臣以为皇后乃一国之母，母仪天下。皇上再次大婚的话，跟两宫皇太后、跟朝臣、跟天下的子民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如果一国之母被天下人品头论足，那么皇室的威严就不复存在，皇上的尊严也会被削弱的，还会给那些图谋不轨的小人以可乘之机，请皇上三思。朕听说皇叔的王妃美若天仙，他们给朕找的后妃，都是些上不得正席的狗肉。朕好不容易找到了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难道倾倒众生的就不能母仪天下？皇上，连全天下的百姓都知道娶妻娶德，娶妾娶色，何况是九五之尊的皇上？那朕难道命中注定就要娶一些丑八怪？皇上的一后二妃，也是中人之姿啊。皇叔的意思就是不丑也不美。可是，我凭什么就跟这些不丑也不美、不咸也不淡、不温也不火的人耗一辈子啊？要不这样，皇叔也不用急着做决定，我带你去见识见识刘阁主就好了。你见了他，自然就会答应。皇上，还是不去为好。嗨，皇叔放心，刘阁主不会吃了你的。皇上，现在名分未定，臣不便行礼，还是日后再说吧。我不逼着你向他行君臣大礼，打个招呼就可以了。朕是想请皇叔看看，她像不像一个皇后。走吧。哎，皇上。民女刘良女给太皇太后、皇太后请安。你是民女吗？皇上的封诰还没有下来，刘良女眼下只能是民女。哼，民间有你这样的女子吗？莫非皇太后以为我是天上的仙女下凡？这个我倒不清楚了。请问皇太后，我是玉皇大帝的哪一位女儿下凡呀？七仙女配了董永，莫非我是六仙女儿？别臭美了，你只不过是个脏兮兮的妓女。我是做过妓女，皇上也知道我做过妓女。太皇太后说我脏兮兮，我也不能反驳。可是皇上为什么偏偏愿意和我这个脏兮兮的人在一块儿呢？而让那三位干干净净、体体面面的一后二妃没有开怀。我倒是可以给二位出个主意，保证皇上行船又靠现码头，一后二妃的码头是现成的，
只是他们经营不善而已。再说了，妓女满天下都是，但是真正要把妓女做好了，又谈何容易？吹拉弹唱、琴棋书画，只是些小儿科。能笼络住爷们儿，才是硬本领。男人呐，就像满天飞的风筝，风筝无论飞得多高多远，那线头子总在我的手心里拽着。你这个不知羞耻的贱人！我在京师也待过一些日子，京师的人急了才骂人，平常只是损人。太皇太后也不要着急，其实妓女也不是太皇太后想象中的坏女人、贱女人。击鼓战金山，帮助韩世忠大破金兵的梁红玉，就是个妓女。她还不是挂头牌的妓女呢。一个普通的妓女，她都能辅佐夫君完成大业，何况刘良女？李阁老，今天本王拜见过皇上了，也见过皇上推崇的那位女子。的确是不同凡响。她要不是青楼出身的话，于皇上倒也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双。要是没有做过两女阁主，也很难说能得到皇上的垂青。阁老说的话虽然有些过激，却也不无道理。她的一身行为，也的确是在青楼千锤百炼出来的。那在王爷看来，皇宫大内能不能为这样的人开启大门？阁老有何见教啊？皇上下诏让王爷回京，所谓何事？皇上让本王给他主婚，王爷可同意？这皇上召王爷进京，其实是将王爷置于两难呐。阁老，阁老所言极是。本王希望阁老能够出面，跟皇上进行一次谈判。皇上也不是不通情达理呀。想当年皇上登基的时候，李阁老主持的内阁与皇上进行了成功的谈判。这次，本王也希望阁老再次出面劝劝皇上，令皇上回心转意。王爷对内阁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，现在仅仅是尽量的维持先帝开创的局面。王爷要求内阁与皇上交涉，这点要求一点也不过分。我相信，王爷与内阁的观点是一致的，就是阻止这场闹剧。不过，王爷，你应该明白，今日之事与当年登基谈判不可相提并论。哦，那阁老的意思是，当今之事没有谈判的可能了？没有，王爷，我在金殿之上，宁死而不从命。试想，如果王爷为皇上主婚，那坤宁宫里的太皇太后从此将不得安宁啊！言之有理。为了不留下任何的后患，得想一个妥善的办法。
本王想办法总是有的。哦，这么说，王爷已是胸有成竹了。飞黄腾达，鹏程万里呀！所以这杯酒还是本王敬阁老。如果皇上一意孤行，非要册立刘氏为皇后，那么皇上在王爷的心中，还算是真命天子吗？文冕先生失言了。这个说法虽然有些不妥，但本王还是想表明自己的心迹。历朝历代的明君，不免有为人说道的不足之处。当今皇上只不过是遇到他人生的一道坎儿。做臣子的只要尽心尽力，就能帮着皇上安然迈过这道坎儿。文冕先生，不知道本王说清楚了没有？文冕拜谢王爷赐教。刘公公身边真是人才济济，风云际会。所谓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来，本王敬各位一杯，以表示对各位的倾慕，请。哟，钱千户，您来了！来，您请坐，坐。稍等啊，您的馄饨，慢用啊。钱千户，要不要饮酒啊？我每日夜里到这里只吃一碗馄饨宵夜，何时饮过酒啊？今日啊，可有上好的云南米酒，不但有好酒，还有上好的云南火腿呢。哦，还有这么巧的事啊！多少年了，除了云南来人给我带点云南火腿，在京师的吃店里，我还没有吃到过正宗的云南火腿。去，拿来我看看。哎，钱千户啊，您看，这云南火腿正宗不正宗？
这是上好的云南火腿啊，从哪弄来的？昨日来了一位客官，是一位老爷，拿着这些上好的云南火腿和上好的云南米酒，说是让小店备着，等钱钱户来了烧给钱钱户吃。哦，这位先生是什么模样？小的也说不清楚他长得什么模样。钱大人。哦，南阳先生，什么时候到的京师啊？昨日。啊，请。钱大人，这云南火腿和这云南米酒可对钱大人的口味啊？南阳先生要见小弟，却用这般心机，不知有何见解呀？请。钱大人，我只是要与钱大人共谋富贵。金老，今日席间，安王滴水不漏，但我总以为安王日后必反。何以见得？一个人如果说起假话来，连他自己都相信是真的，那此人心里的算计就大了。为朝廷之计，金老应当尽早除掉安王啊！